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学习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程。这个课程的课时比较多，可以全面的帮助大家准备和复习 HSK 6级。那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跟着老师一起来学习。那我们按照听力、阅读和书写的3个部分进行一个讲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听力的第3部分。在前边呢，我们介绍了听力第3部分的基本的内容，然后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技巧，而且我们也介绍了故事类的文章，还有就是科普类的文章都有什么样的特点，要怎么去做题。那现在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最后一类文章，那就是议论文。它是要介绍一种观点。那介绍观点的文章在6级的听力第3部分里边是非常常见的。那一般来说呢，一定会考这样的题目。那我们知道呢，议论文它是介绍观点的。那介绍观点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介绍呢？有一种情况是，我先告诉你我的观点是什么，然后我再一步一步的告诉你为什么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啊，这是一种情况。那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一种情况。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我们在看到37到39题呢，它是这样的这个一个题目因为它有一篇文章，你要做37到39 3个题目。那我们按照我们的方法，首先一定要看最后一个题目。因为实际做题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时间看3个题目，所以你只有时间看最后一个，所以先看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讲的就是这篇文章的观点。那你要先去看这个，然后你知道这篇文章主要想说什么，然后你再去认真的听，就会更容易。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39的 A， 运动可以调节情绪运动呢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或者是变得更不好。那调节你的情绪让你的情绪发生变化。 B， 假装快乐能改善心情就是改善心情，就是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好。假装快乐，实际上不快乐，但是假装自己很快乐。我实际上不高兴，但是我哈哈哈，我好像很高兴的样子，这个叫做假装，不是真的，是假的，表演的假装自己很快乐，能够让自己真的快乐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 C， 很多人不善于管理情绪很多人呢在这个方面做的不是很好不太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好， D，深呼吸无法缓解紧张情绪如果你现在非常紧张，那如果你深呼吸这叫做深呼吸，很长的呼吸，没有办法让你变得不那么紧张。那缓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就是让你的问题变得轻一点，让你没有那么严重比如说北京现在特别堵车，那如果每天开车的这个号码，比如说有一部分的号码是不可以开车的，那这个方法是缓解了堵车的这个情况缓解了交通拥堵，那就是让这个问题变得没有那么严重了，这是缓解的意思。A、B、C、D 应该都是关于情绪和心情的。那我们的文章里面提到的是运动，还是有的人不擅长这件事情，还是说深呼吸能不能让你变得好一点？那我们要听到文章的内容才能知道，但是这篇文章都是关于心情和情绪的，你一定要听清楚到底是什么对情绪有影响，那这个题目就一定可以做出来。然后我们要一边听一边看这2个题目。那为了学习词汇呢，老师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 A 是消除误会，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和一个朋友中间有误会的话，他做了一件事情，你觉得他是不好的，但是其实他
是一个好的情况，但是你不知道，你错了，你理解错了，那这个就是你们中间有误会了。那如果让误会没了，用的动词叫做消除。这样的搭配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要记住呢？因为在阅读里边选词填空的时候，有可能会需要你去选择消除，或者是选择误会，这两个搭配一定要记住。B 让人感动啊，就是看了一个电影，然后特别好的电影，所以我哭了，让我感动了。C 摆脱不良情绪。那不良就是不好的意思。如果我有一个不好的情绪，我能够把这个情绪拿走不见了让它没了，叫做我摆脱了。那脱呢？比如说我穿了一件衣服，我觉得很热，我脱了它，这是脱衣服的脱。那摆脱是一个抽象的词汇，意思是你从一个不好的情况中出来这叫做摆脱什么什么比如说摆脱困难是可以的。再比如说，如果是一个一个小偷这是个不好的情况如果一个小偷，警察呢正在追他，那小偷跑得特别快，然后他藏在一个地方所以现在警察找不到他了。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小偷摆脱了警察的追捕这是摆脱这个词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什么意思，而且要记住怎么用。D 获得别人的好感，意思就是说让别人喜欢自己。好感这个词才是一个名词，我对一个人有好感，意思是我喜欢他那我也可以获得别人的好感，就是别的人喜欢我。好，那 A、B、C、D 这个应该是感觉是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效果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还不知道，要听一听才能知道。38A 保持沉默，保持就是一直这样，沉默就是不说话的意思，就是一直不说话。B 找别人聊天很简单。C 听流行歌曲很简单。D 调整肢体语言。什么叫做肢体语言？就是你的手、你的头、你的身体，它的动作可以表达一些意思，这就是肢体语言。那比如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有一些肢体语言，比如说如果同学们做得非常好，老师会说你们很棒，这就是一个肢体语言。再比如说，如果我想告诉大家有一个词叫做困，困是什么意思就是那这也是一个肢体语言，我用我的动作告诉你我的意思所以调整肢体语言就是你变一下你的肢体语言那这个应该是做什么？所以呢，我们不太清楚具体的这个内容，但是反正是应该是，如果有人不高兴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因为这个跟情绪、心情有关系。那这篇文章就是关于情绪和心情的一篇文章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结论，有一个观点告诉你，最后他会一步一步的详细的介绍。那我们要注意听一下，看一看答案是什么。大家要记得把答案记下来，然后一会儿老师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假装快乐是一种快速调整情绪的好方法，可以使人们摆脱不良情绪，尽情享受快乐。假装快乐虽然治标不治本，但的确有效。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身体和心理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整体。某种情绪会引发相应的肢体语言，比如愤怒时，我们会握紧拳头，呼吸急促；快乐时，我们会嘴角上扬，面部肌肉放松。反过来，肢体语言的改变同样也会引起情绪的变化。当无法调整内心情绪时，你可以调整肢体语言，带动出你需要的情绪。比如你强迫自己做微笑的动作，你就会发现内心开始涌动起阵阵欢乐。37
假装快乐有什么作用？38。根据这段话，当你无法调整情绪时，可以怎么做？39。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好的，那我们在听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当然第一句就听到了正确的答案，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所以他说的是假装快乐能够改善心情，这句话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听明白。那如果这句话这个题目你能够做对的话，那么假装快乐有什么作用呢？既然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好，当然就是摆脱不良情绪，让你的不好的情绪没了啊。所以呢，37题应该要选择 C， 没有问题；39题应该要选择 B， 也没有问题。那38的话呢，他说如果你不高兴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怎么才能让你的心情好起来呢？如果你没有办法调整你的情绪，你可以调整你的肢体语言啊。这个题目要选择 D。那可能同学们如果没有读过相关的文章的话，会觉得这篇文章讲的内容很奇怪。那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文章的内容不管它对还是不对，那你都要根据文章的内容去做题目啊。对于老师来说，我觉得调整肢体语言对调整心情没有什么用，但是文章里边他说呢，假装快乐能够改善心情啊，在你不高兴的时候，如果你假装自己是快乐的，可以摆脱不良情绪啊。他说呢，科学家认为这个人的心情、人的情绪呢，和你的动作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呢，如果你特别生气的时候，你会握紧拳头，你的拳头会特别紧。那当你很高兴的时候，你的嘴角就是往上扬的，你的嘴角是往上边走的，所以你高兴的时候自然会这样，这个就是肢体语言。他然后说呢，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的肢体语言变化了，你的心情也会变化。比如说，如果你心情特别不好，你改变不了自己的心情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啊，假装微笑，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快乐啊。当然他说的不是这样的话，他说的很难，但是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说呢，如果你不能调整自己的心情，不如试一试调整自己的肢体语言。这句话在文章里面我们是可以听到的，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 D。那我不知道这篇文章你有没有听懂呢？那同学们要注意，在做完这个练习之后，我希望同学们能够首先，第一，这些 A、B、C、D 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词汇，你都应该明白，能够记住它们怎么用，什么意思。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听到的是，在前边他就先告诉你这篇文章要说什么，然后呢，一步一步的去证明和解释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啊。那这样的写文章的方式，请同学们一定要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个另外呢，我们也是发现了，在这样的文章里边有一些词我们没有听懂，但是呢，听懂的部分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只要你有一个部分听懂了，去做题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总分这样的形式，就是先说观点，然后详细的去说明，详细的去介绍我的观点是什么。好，这是这个题目。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奇怪，我不太能理解调整动作就可以改变心情这样的说法。但是不管他说了什么，你都要记得是我要根据文章来回答问题，而不是根据你的常识来回答问题。比如说
假装快乐能改善心情，很多同学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一定不对，这个一定不是答案，因为这句话本身就不对啊。我真的遇到过有个同学问我，老师这句话不对呀，为什么要选这个？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不要管你的实际生活当中，你的知识里边它对不对，你要管的是文章告诉我这句话对不对啊？所以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一定要听文章里边说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那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练习。那这个练习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先来看在文章里边有的时候呢，一开始不会告诉你他的看法是什么，他会先1、2、3、4的去说，最后告诉你总的来说我们的看法是，总之怎么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发现议论文这样的文章呢，它需要你注意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因为有可能这个文章主要的内容在最前边，也有可能在最后边，就是这篇文章想告诉你什么，可能在最前边，也可能在最后边。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的是在最后边的情况前面说了很多，最后告诉你，所以我们的观点是，好，我们来看36 A， 不要嫉妒别人。什么叫嫉妒呀？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小区里边呀，有一个邻居，他有很多钱，但是我呢没有很多钱，我看他有很多钱，我非常不高兴我特别不喜欢他。那这种心情就是嫉妒，这是一种不好的情况，就是因为别人比我好，所以我不喜欢他，我很生气，那这就叫嫉妒。好 B， 不要轻易去尝试就是如果有一件事情你想要去做的话，你一定要认真的想一想要不要去做，不要随随便便的没有想清楚就去做。那轻易的意思就是没有认真的考虑就去做的意思，这个叫做轻易。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什么呀，就是这个有一种毒品现在有一些人就是会吸毒，用那个针打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吸毒之后觉得非常舒服，但是慢慢的你就上瘾了，你就不能够停不了，戒不了毒了，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可能你对毒品有一点点好奇，或者非常好奇，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C， 做事要精益求精。精益求精可是一个成语，看上去好像特别难，对不对？精益求精什么意思呢？精就是很好的意思，求就是追求的意思，那益呢就是很好很多的很更的意思。精益求精在汉语里面它的意思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我还要追求更好比如说我写了一个方案，写了一个 PPT， 这个 PPT 其实已经很好了，我花了5天的时间把它做得很好了，但是我就想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好呢，更完美呢？那这就叫做精益求精做事情要精益求精，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在很久以前呢，我们中国有一个广告有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牌子，它的牌子的这个广告的内容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这就是精益求精的态度好， D 是羡慕别人很正常。那刚才我们说了，如果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就会很生气，很讨厌他，这个叫嫉妒。但是如果别人比我们好，我们说哇好棒好好呀，我想和他一样，我不生气，我也不讨厌他，那这就叫做羡慕。所以羡慕和嫉妒呢，可能他们的意思差不多，都是别人特别好，但是呢嫉妒是一种不好的心情，
羡慕就是一种正常很好的心情。那这句话说羡慕别人很正常，比如说你们现在都在准备 HSK 6级考试，那你有一个朋友他已经考过了 HSK 6级考试，而且分数非常高，你是不是有点羡慕他？哇，好棒啊！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好，那也就是说这篇文章里边有可能会向我们介绍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有可能是关于嫉妒、嫉妒的，有可能是关于羡慕的，有可能是关于你要冷静思考，也有可能是需要你不断的去追求更好的、更完美的。那究竟是哪一个？要听了以后才会知道。但是这里边出现的词，你一定要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再来看34A， 更谦虚啊。谦虚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的汉语真好，你要说哎呀哪里哪里，我还要再学习，这就是谦虚。B， 更冷静啊，你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冷静的、认真的去思考一下。比如说啊，最近刚刚过了双11啊，双11的时候，大家都说东西特别便宜，所以有的人啊不冷静，不管需要不需要，买了非常多。但是其实啊，这些东西有可能是你不需要的，你最好在买东西以前要冷静，要认真的想一想。C 是不自信，不相信自己，觉得哎呀我真的可以吗？我是不是不能做呀？这叫做不自信。D 是非常保守，保守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容词，阅读里边也会有可能考。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喜欢变化啊，害怕变化的人，我们就说是保守的人啊。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在一些地方呢，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公司，那本来呢这家公司它在成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早了啊。那现在听说呢有了一些新的技术可以让这个公司的发展会更快一些。但是呢，如果要买这个技术的话呢，需要所有的人都去学习。大家觉得非常麻烦，不想学习新技术，他们觉得真的吗？我可以吗？不太自信，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学习新技术，我们虽然很慢，但是我们还是喜欢以前的。那这样的人就是保守的人啊。好，那这4个形容词，谦虚、冷静、自信、保守，都非常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意思，而且你要知道怎么用，它们都是形容词。35A， 很有本事。什么叫做本事啊？就是能力的意思，这个人很厉害，很有能力，很有本事。B， 只是初学者，初是开始的意思，初学者是刚刚开始学习的人。所以如果一个人他现在开始学习汉语，你好，谢谢，再见，我是什么什么国人，那他就是一个汉语的初学者。C， 具有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新就是新的，创就是创造，所以有创新精神的人，他们总是去想着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D， 适合从事销售业比较适合去卖东西。那34的话呢，是关于一个评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文章里边对这个人的评价是怎么样的。那35呢，是关于谁谁谁，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36就是关于这篇文章呢是在说什么，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个题目我们要认真的听一下，你们来写答案，然后老师告诉你正确答案是什么。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多数人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会不自信，容易羡慕别人。当对于这个领域相当熟悉了，羡慕的情绪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平静。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懂得一些基本的电脑维护知识，他并不会觉得自己的电脑水平有多高。但对那些不熟悉电脑操作和维护的人来说，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电脑牛人。而一个电子城的老板却不会因此就羡慕他，只会觉得那样也只是个初学者而已。所以，羡慕别人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但如果只是羡慕别人而丢掉了自信心和追求，那是相当愚蠢的。羡慕只是因为我们对涉及到的这个领域不熟悉而已，和自己的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重要的是去熟悉、去掌握。34，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多数人会怎样？35，在电子城老板看来，懂得基本电脑维护知识的人怎么样？36，根据这段话，下列哪项正确？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前边一直在说很多事情，你熟悉的领域，你不熟悉的领域。那最后的时候，答案就是最后的部分告诉我们这篇文章主要想说什么呢？就是羡慕别人很正常啊。那在前边34题，他说呢，在你不熟悉的领域呢，人们很容易怎么样啊？大家已经听到了答案了，就是不自信，对不对？那第35题他说，在电子城老板看来会电脑就是对电脑有一些了解的人怎么样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同学们就会有点犹豫，如果你没有记清楚的话，因为这里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呢，比如说，如果你懂得一些电脑懂得一些电脑维护的知识，那对于完全不会的人来说，你就很牛，你就很厉害。但是呢，对于电子城的老板来说，你就没有那么厉害了。他用的就是你只是个初学者。你也听到了完全一样的答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面他提到了2种态度。你会一点电脑，不会的人觉得你很有本事，会的人，真正会的人觉得你只是初学者。所以一定要记清楚2个不同的态度，而且你一定要听清楚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问的是电子城的老板觉得这个会电脑的人怎么样啊？只是初学者。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 C、B、D。我相信你们应该是可以做对的。好，那这个故事这个议论文的文章我们就已经听完了。这个是先来说详细的内容，最后再来做总结，这样的一种文章。所以再一次告诉大家，第1段和最后1段往往都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那如果我要去介绍我的一种观点的话我通常会举一些例子，或者是我从这个方面来说，然后从反过来也会说。也就是说呢，在这个人们要去介绍或者是解释自己的、证明自己的一种观点的时候，不一定直接只是一直说，他一定会想一些办法让你相信他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的文章里边在讲这个羡慕别人很正常的时候，他提到了，如果你会一些电脑那一般的人会觉得你很厉害，那电子城的老板觉得你就怎么说，你就一般般，是一个初学者。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在你熟悉的领域你会很有自信，在你不熟悉的领域羡慕别人很正常那
这个就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样的一种文章。那在议论文里面，如果我要告诉你我的观点，如果我想让你相信我的观点，同意我的观点，我会用到这样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或者是我会从正面说、反面说我都会这样。那这也就是说，在介绍一种观点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方法。那同学们要去注意，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方法。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43题。A 是你和谁在一起， B 是你缺少了什么，有什么东西你不够啊， C 是如何决胜职场，怎么样才能在工作的时候获得胜利， D 是谁是真正的朋友。那这个应该是这篇文章的主题，或者是这篇文章想说什么，或者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那我们先看这一个，我们了解了这篇文章可能是关于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去认真听，然后来判断。然后41 A 勤能补拙，拙就是笨的意思，勤就是很努力、很勤劳、勤奋的意思。所以如果这个人他有一点点笨，没有关系，只要你努力，你也可以成功。这就是勤能补拙的意思。 B 成长环境很重要，在你长大的时候，你的周围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 C 做事要全力以赴，你在做事情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努力，要用你所有的力量，要全力去做。 D 要虚心向他人学习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比你厉害，你要不要太骄傲，要很谦虚的，要很虚心的向别人学习。42 A 化解矛盾，本来呢我们两个人中间是有矛盾的，我们把这个矛盾变没了，就叫做化解矛盾。这样的搭配很重要，要记住。还记不记得刚才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说过了，消除误会，那他们都是搭配。 B 激发人的潜力就是你本来能力是这样的，但是可能平时没有什么事情，你只做到这样了，但如果遇到一个事情让你突然你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了，这叫做激发人的潜力什么叫做激发潜力？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比如说，如果我平时跟你聊天，我说你可以跑很快吗？还可以吧，就可以慢慢的跑。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在跑步的时候遇到了一只老虎在你的后边跑，你本来觉得我可能就可以跑这么快，这是最快了。但是如果有老虎在后边追你的话，你一定会跑得特别快。那老虎就激发了你的潜力，就是你藏起来的那个部分的能力。好， C 使人见多识广，能够让人看见很多东西能够了解很多不同的东西。见多识广就是了解、看到、学习更多更广泛的东西。 D 改变人的性格，所以 A 的41的话呢，有可能是我们要做什么，或者是说呢什么东西很重要，这个不太清楚。那42的话就是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怎么样。43就是这篇文章主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我们来听一听它是不是用了例子，我们来听一听它是不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解释了这个观点。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听。第41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有句话说得好，你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谁在一起。古有孟母三迁，足以说明这个道理。雄鹰在鸡窝里长大，
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野狼在羊群里成长，也会爱上羊而丧失狼性。在现实生活中，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这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科学家研究认为，人是唯一能接受暗示的动物。积极的暗示会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状态产生良好的影响，激发人的内在潜能，使人超常发挥，催人奋进。和勤奋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懒惰；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不会消沉；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生活中最不幸的是，原本你很优秀，但由于你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使你丧失向上的动力，缺乏前进的勇气。41，书画人举雄鹰的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42，积极的暗示有什么作用？43，下列哪项最适合做这段话的标题？好，这段话的标题，我相信在第一句你已经听到了，答案应该要选择 A， 你和谁在一起？好，那我们在这个文章当中听到了例子，也听到了两个方面的说明啊。我们先来看第41，文章举雄鹰的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同学们在要知道哈，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你跟谁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身边的人都会对你有影响。那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就是一个孟子的妈妈，姓孟的人的妈妈，那她的跟孩子住在一起，那她的孩子很小，所以她发现呢，她的邻居们呀都是一些不太好的人，她决定搬家，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她发现她的周围又是一些别的不太好的人，不行，我再搬家。她为了自己的孩子搬了3次家因为她每一次发现周围的孩子都是不太好的，她就会觉得这个对我的孩子有不好的影响。孟母三迁在中国是非常有名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例子。那同时他还举了2个其他的例子，一个例子是雄鹰，雄鹰就是很大的鹰一种大的鸟。它如果它自己是会飞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鹰很小的时候就在鸡窝里边长大，它跟鸡一起长大，那它就不会飞了。那如果狼呢，一种很厉害的动物，吃羊的动物，那如果狼它从小就跟羊生活在一起，它会爱上羊，然后呢它就没有狼的那个狼性，没有狼的特点了，没有那么厉害了。所以他举这个2个动物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成长环境很重要。但是有同学说了，老师，我刚才听的时候我没有听懂雄鹰怎么样，我也没有听懂狼怎么样孟母三迁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实际上即使你没有听懂这3个例子，你不知道这3个例子，这个题目你应该也可以选择出来。因为和谁在一起决定了怎么样，你跟谁在一起对你都是有影响的，其实就是说的是成长环境。所以即使你没有听懂这3个例子，你应该也能够选择出来，这个应该要选择 B。 好，那42他说呢，积极的暗示可以怎么样？那我们在这里也听到了可以激发人的潜在的能力激发人的潜能，就是激发人的潜力。就是可能你本来也没什么，但是如果一直有人跟你说你一定可以的，我们要努力，你一定可以的，那你就会真的变得很厉害。所以就是激发人的潜力，这句话你是可以听到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
你和谁在一起对你是有影响的。他会举一些例子啊，孟母三迁，或者是说雄鹰的例子，或者是说狼的例子。那他后面也说呢，他说如果你和积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很积极、很乐观、很努力。但是他反过来说，如果你身边的人是一些不努力的、不积极的，每天都很悲观的人，那你自己可能你本来很优秀，但是你身边的人都是非常消极的人，那你也会变得比较消极。所以他正着说，如果你身边是积极的人，你就积极；反过来说，如果你身边的人不积极，那你也就不积极了。所以正反说明，那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同学们在听这样的文章的时候，要注意他是怎么去说的，然后真正想告诉你的是什么。那当然了，在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里边，一般问的就是细节，所以你要认真的听清楚他前边是怎么说的，他在说的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情况，是谁怎么样，怎么这个为什么等等这样的细节，你要注意听清楚。好，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练习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告诉你一个观点，我们不直接说，我们会用一些办法让你相信，让你同意。那用的办法就是举一个例子，或者是正着说，反着说。这是我们写文章的方法，同学们要了解一下。那在这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词汇，包括成语，我希望你都能够记住什么意思，什么用法，一定要记住。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种文章，它跟刚才的科普文章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也会出现纠正错误观点这样的文章。就是它一开始会跟你说，人们都觉得是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怎么样的，这样的文章也会比较常见。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篇文章。50 A 要多和孩子沟通， B 表扬要科学精确。如果你说你很棒，你要告诉别人为什么棒，棒在哪儿，哪里棒，要科学，要精确，要很准。 C 要适当给予物质奖励，给予是给的意思。比如说，如果你想跟孩子说你很厉害，你要给他一件衣服呀，一个糖一点钱呀，要给他这样的物质的奖励。 D 表扬要与批评相结合，不能只是表扬，还要批评。看到 ABCD 我就知道这篇文章讲的是孩子的教育，那一定是跟表扬和批评有关系的。所以呢，关于表扬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那我们要听一听才能知道。48 A 过时了这件衣服已经不漂亮了，这是5年以前买的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已经过时了。 B 许多家长反对，很多孩子的爸爸妈妈都说不行不行，这个不对，我不同意。 C 孩子不喜欢被夸奖。 D 研究表明效果不好。那关于这个什么什么看法是什么，你要去听。49 A 更爱冒险喜欢去做一些新的，喜欢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喜欢冒险。容易骄傲容易觉得我很厉害这是骄傲的意思。 C 会更加聪明。 D 容易逃避困难有困难我不做，我不管，我要跑我不想面对困难，这个是容易逃避困难。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做会怎么样呢？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还是好的结果呢？要一起听一听跟表扬有关系的，大家一起认真的听，看一看错误的想法是什么，正确的想法是什么。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直以来，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一观念在教育界十分盛行。不过，
现在人们开始对这种教育观念进行反思，因为大量研究表明，轻率的表扬对孩子没有益处，反而会干扰他们的学习。研究显示，用诸如“你太聪明了”“你真是个天才”等语句夸奖孩子智力高，通常弊大于利，因为经常被夸聪明的孩子更容易逃避那些可能损害他们声誉的困难任务，而被夸很努力、敢于冒风险的孩子则更乐于接受挑战，并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心理学家建议教育从业者们使用一些更精确、更科学的表扬词汇，以促进孩子们接受更多具有挑战性的任务。48. 人们为何会反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一观念？49. 经常被夸聪明的孩子有什么表现？50. 下列哪项是心理学家给出的建议？好，心理学家给出的建议是，如果我们要表扬孩子，用的词要精确，而且要科学。我相信你听到了完全一样的答案，这个题目应该要选择 B 啊，果然是关于夸孩子的。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大家呢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你要一直表扬，一直夸你的孩子。但是呢，最近人们开始反思了，为什么要反思呢？因为研究表明呢，是弊大于利啊，是益处不多，没有好处啊。虽然没有说效果不好，但他之后说的所有的词都在表明效果不好啊，所以这个题应该要选择 D。那么经常被夸聪明的孩子会怎么样呢？在这里边他提到2种孩子，一种孩子是经常被夸聪明，一种孩子是经常被夸你很努力。那我们知道被夸聪明的孩子呢，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容易逃避，因为他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就是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如果我遇到这个困难我没有做出来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聪？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不聪明？他害怕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说我不面对这个困难了。那么经常被夸努力的孩子，反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去完成、去解决它，效果反而是更好的。所以心理学家的建议是，我们要表扬一个孩子的时候，尽量要用精确的词汇，用科学的词汇，这样才是有效果的。好，所以答案是选择 D、B。那不知道你做对了没有呢？当然了，我可以确信的是，同学们在听文章的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部分的词汇或者是句子是没有听懂的，甚至在文章当中也有一些词是你根本没有学过的。那在做 HSK 4级或者5级的时候呢，老师常常在给答案的时候给出一些句子来啊，但是现在呢，在做6级的时候，老师就不会给大家原文的那个句子了，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里边一定有我们听不懂的内容，但是听不懂的部分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做题。这些题目只要我们听懂了一部分，听懂了简单的那个部分，我们都是可以做出来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的另外一种议论文，就是前边告诉你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后边告诉你正确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中间有一个不过很多人都觉得，但是不过怎么样，那注意后边才是正确的观点。那么关于议论文我们就练习到这里了。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听力第3部分里边的3种文章都已经练习过了。那我相信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都学了一些有用的词汇，而且也都了解了3种文章的特点。那我们也
用我们之前在第1节课里面提到的方法一直来做练习做题，希望你已经有一点的比较熟悉了。那下面更多的工作交给你来做，你要去多做一些听力练习，多去学习一些这样的词汇，相信对你的考试一定会非常有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进行阅读的第1部分了，那个部分也非常难，所以我们在下节课的时候再见。